我说真的，他下次来找我会借他哦。这个就是借钱的技术啦，你不然突然冲去有没有救钱，谁理你？我说好好讲，把你的计划都讲，然后如果我跟你借130，我会怎么还？其实他根本没有借到这笔钱嘛，那他会怎么还的计划都跟我讲了，我听起来就很靠谱啊，我就觉得好吧，那就来借啊，钱都准备好给他讲，他说现在也不用是半年后他可能会需要，可能请我保留一下这个额度，到时候可以借给他。好，就有过几个月又说，他有做一些调整现在可能不太需要，然后再来就是就都不要，还是谢谢我。我跟你说，这是在养，我不知道这什么养金主还是什么，就我这个也不算金主，就是说这个感觉很好啊。投机赚房梦，37岁水电师傅赔光300万的真实故事先说结论我还是建议你投期款安安分分的用存的，不要用赚的靠投资要去赚到投期款输多赢少叫很正常，血本无归叫很常见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没有继承人该买房还是租屋，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冲一把就会有头期款吗？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来，这个标题我念一下：想赚钱买房，他虚拟货币被骗200万，当冲又输100万，往反酸，活该你就贪。好，简单讲一下这个内容。这是一个劝世文我还有特别去找原文，很精彩你可以看一下，因为故事很长我就简单的念给那个 podcast 的听众照顾一下听众你看影片的你就慢慢看这个我图会放久一点。就原 po 是一个水电师傅他说他37岁月收入大概7到8万块。然后前2年他因为想要赚钱买房，让小孩跟老婆有个家，就听朋友的话贷款，然后跟岳父借钱去买虚拟货币，就被骗了200多万。然后他跟他老婆这2年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才把钱还给岳父。注意来这2年省吃俭用就还200万，哇，他收入不错啊，对不对然后还额外多存100多万厉害吧水电师傅。那今年看到 AI 股暴涨又听到小朋友跟我说想要什么都没办法买给他，就心一横拿去玩当冲，结局你也知道就赔光那不然不会有这篇文章。那他的结论很屌我念一下他结论，他自己写的写说大家看看就好，不要可怜我，我不值得可怜。我靠对啊哇，这一时也不知道怎么评价男人他就是上来讲话这样好，那讲完了，故事很长很真实那所以你要知道，不要想靠短线买房。我也没有要讲什么大道理啦那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其实没有要说什么买股票最后就是要赔掉头期款什么有的没的。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是一个努力想要赚钱，然后要给老婆跟小孩子一个家的男人，就这样。对啊，他起心动念是什么？他要赚到钱，然后在那边花天酒地，没有啊？他想要买房子啊。好，买房子为什么？给老婆一个家，然后要去照顾小朋友。换句话说，他赚钱是为了自己吗？没有他是为了家人你不觉得这个很高贵吗？对啊，这才是男人嘛。那我也相信他在做当冲的时候不会认为自己就是来赔光这些钱的，不会嘛。谁进股市是要准备来赔钱的？你看他心心念念是他的房子跟那个照顾小朋友，对啊，那真男人很高尚的情操，没有提到自己要花天酒地或是什么就是他有想他也不会提嘛那他大概就是想怎样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然后第一笔第二笔有赚钱继续拼下去。最可怕的就是这个，他让你前几笔赚到钱你要什么新手运也行那假设这个原 po 当冲第一笔他就给他赔10万20万，我跟你讲这就是直接被烫到收手不完。我觉得股票里面恐怖就恐怖在这里，就是说有赚钱初期尝到甜头有赚钱那甚至赚赚赔赔也行有赚有赔那就一直玩下去。他还有晒出他的交易绩效来，你看这张图照顾一下听众念一下他总损益是赔100万，
然后总流水已经过亿了，那就当冲嘛，你这样整笔进整笔出，这样流水就跌上去嘛哦。所以我未看先猜，这个当冲的过程里面哦，他有赚到钱哦，有赚过钱，甚至有赚足一间房子的头期款，然后想要赚更多，然后就爆了哦。最后只留下一句我不值得同情，然后他要去面对自己的老婆，面对自己的小孩，这样，哎，不会讲就是，哎呀，像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就觉得哇，精彩的故事哦。那我现在看到哇，看到深深的无奈哦，他是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他才去做这些事情的。然后他也负起责任哦，那跟岳父借的钱也是这样子，省吃俭用把它赚回来还哦。不是那种烂赌徒啊，我相信男人就这样嘛，就是憋着一肚子的苦闷，然后也不知道讲什么，他就上来讲。你看他发文还用匿名，他就是想讲而已哦。因为在生活中，难道你要他去跟老婆讲？他现在就在想怎么面对啊？对啊，那这个很无奈了。我看到更多的都是无奈哦，我不会笑他，活该，没有，他是一个我看到就是个努力想要赚钱给家人更好生活的男人哦，我们不要去酸他了。最后你要知道，我不提倡用股票跟那个虚拟货币来赚房子，那太凶了啦，好恐怖。我知道我们观众里面有很多高手哦，都是靠股市赚到头期款哦。也有人赚到房子。我之前有一支那个小资买房影片哦，我在那边劝说不要用股市存头期款，结果底下一堆观众出来留言说他就是用股市挣到头期款，你写，我打我的脸，我是不会觉得怎样，我想说，这很危险啊！你要其他在那边蠢蠢欲动的人看了怎么办？那我也要去买股票，这个幸存者偏差会上来讲说，你看，我用那个股票然后我赚到一间房子。你赚到，你当然会拿出来讲哦。难道要有一个人跳出来说：“你看，我用股票我赔掉2间房子，在那边等？不会嘛？那默默都躲起来，就是这样。那如果你现在就已经走在那个用股票来做头期款的阶段，祝你顺利哦，真的祝你顺利。我也不酸你就是什么你他妈总有一天滑铁卢怎样，夜路走总会遇到鬼，这种屁话我以前讲过。祝你顺利啊！那你是为了买房子，你只是手段上现在是用股市或虚拟货币，祝你顺利哦。很多是平凡人呐，没有你猛啊，没有那些靠股票存到头期款的观众厉害啊，你们那个靠股票赚到头期款，你们要不要底下留言认个清？还真的很多呢。我随便一点问10几个，很夸张。我底下好像被人炫耀到，你们要认个清都可以哦。那你看这个元鹏如果他不要乱搞虚拟货币赔200，当冲赔100多、300多，他月收入又有7到8万，他现在已经有房子了，对不对？他头期款已经付得出来了，这不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吗？我不是讨厌股票，而是我害怕，我讨厌股票所带来的那个风险很多想要靠股市赚头期款的都跟元鹏一样，最后会怎样？落得一场空了。所以我的建议一直都是怎样，你至少你能上车就上车，你把你自己要住的房子，你要保护家人的房子，你先买起来嘛。你知道你要爱去玩股票，你去玩嘛。你要虚拟货币你就去嘛你不要搞到说这间自住房子不见就好了。所以我是元鹏的朋友的话我会建议他打消靠投资来赚房子的念头，你就慢慢存。才37岁你多存几年还是能存出头期款了之前那个不是有统计吗？现在买房的那个平均年龄已经到40几岁，你还37，你就还没到平均年龄吗？不用急那银行给你的条件也不会太差那我也祝福这个发文的人可以早日拥有自己的房子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投机能帮你赚到房子吗？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水电师傅的故事他因为想要给家人一个家，不要一直租房子，然后就先借200来买虚拟货币，赔光还完以后又存了100去做当冲，赔光然后觉得很懊悔，然后还讲说自己不值得同情。你看一个男人要讲出这种话，他真的是深深的自责吧，悔过吧就这样那我的看法是我就看到一个很努力想要赚钱他赚钱也是要给老婆跟小孩花的男人只是他的方法不太，他方法风险太高。我们也不讲说什么他用错方法因为事实上靠股票赚到头期款一堆人我的观众里面就很多
那就是他选了一个风险很高的方法来做，然后最后就赔光了。如果他不要乱搞的话，他现在已经存够头期款，已经可以买了。对啊，300万做头期款，只是要有一个栖身之所，这个已经很 OK 了。而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不建议你用投资用股市的方式甚至用虚拟货币的方式来赚头期款，因为风险太高了，这最后笑出来的始终是少数，还不如就硬存用力去存至少你可以知道你大概存多久你可以存到，那等你自住的房子搞定以后，你要玩股票你再去玩嘛都可以玩啊，这有什么问题？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700坪，高雄最大房仲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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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地图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这个我也花100多时间做的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我去吃这样那使用的方法是
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哦，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哦。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哈，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 哦，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哦很多问题啊，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哦。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哦，高雄的 LINE 哦，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一样，年轻人买房就卡头期款哦，就卡头期款。那就说那个你可以去考虑预售屋啊，我买房阿元呢，我都做中古呢，我现在要跟你讲预售屋呢，对啊，就可以啊，为什么？因为预售屋的优付方案哦，它要你吞未来价，这个是一回事，但至少就是怎样，至少就是这个就会在年轻人的能力范围之内哦，优付方案，什么定价1,068万，那不是路边广告很多哦，这也是一种变相强迫自己存钱的方式。存钱不是说就在那边一直存死钱这样哦，中古屋卡头期款啊，对不对啊？这个让我们来就好了哦。第二屋5成，第三屋自备要7成，好，那5成就5成，7成就7成哦，我就来存哦，因为这样子哦，到时候一买下去我几乎无敌。好，那这个让我们来就好哦。那你如果是中古屋哦，你在存头期款的过程中，你会有太多意外的花费，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现在没有听谁这样就很顺利了，这中间都没有额外要花什么钱的哦，就会有意外的花费。结果一个意外的花费，比方说家人怎样生病哦，手术哦怎样哦，减30哦，减20就这样减，然后一直会延长你的时间这样。你去买预售屋好了，中古屋的硬存头期款这样事情让我们来就好，叔叔有练过哦，这个让我们来就好。你要存房子哦。去买预售屋，这确实就是一个选择哦，确实就是一个选择。逼你存钱，你优付买了以后，他那个付款计划都会让你看哦，那你就是要看清楚哦，你可能会有一个期间是怎样，2个月要付11万哦，每2个月就要付11万这样，然后你薪资也不高，让你预做准备，它就是一个变相存钱的方式，又能取得房子，没有不好啊哦，没有，真的没有不好。什么预售屋、未来价哦，空间小，那个都在研究，它就是一个技法哦，就可以存到房子。买预售屋确实是一个年轻人哦，可以在存头期款过程中，你可以去考量的东西。然后我再分享一个东西哦，就是你买预售屋啊，很容易会撞到那个你身上有个500-600万，你去买预售也有这种人啊。那通常就是身上哦，大概在100-200万，然后就去买，然后留一点钱，然后以后在那边再拨一点，再加上自己的薪水，然后去撑那个预售屋哦中间付款的时间哦。预售屋的买法哦，买起来现在来说很可能会需要借钱，很可能我不是说房贷，就是说你可能真的是需要跟亲朋好友、父母去借钱哦，来过预售屋这一关哦。真的会变成这个样子，也不是吗？直接借头期款呢？对哦，那我讲干话哦，来，我分享一下所谓借钱的技术哦，借钱的技术。这不是我发明哦，这个是我朋友教我的，我从他身上学到的哦，跟你分享，我觉得蛮厉害哦，蛮厉害。就我一个朋友来找我借钱，认识很久了，然后找我借钱，然后开口就是130万哦，130万。但是他的做法哦，我先说结论，他下次来找我借，我会借他哦，真的是这样哦。他的做法是这样，他的借法是不是来借130万走，而且他是说他那个会买预售屋，然后他算了一下他的收入怎样，就来开会的啊。你看那个谨慎聪明的人就是这样。好，他就把他的收入什么都跟我讲，然后他的股票什么的也都跟我讲啊，当然也是没有拿给我看那茶盒或什么，但是很认真、很真诚的分享。他的情况是这样，他手上多少钱，他现在收入怎么样，然后他的信用卡怎样，然后没事哈，然后怎样，股票有一点点，好多少钱他也都讲了，然后开 app 给我看这样。他说他日后可能会遇到那个在缴预售会缴不出来的情况，有可能，所以他先怎样？先来跟我打点，就说他有可能会在半年后需要跟我借130万哦，
借130，不是现在哦。如果要借的话，应该会在半年后，然后130万，拜托我准备一下。那130我们都有嘛？那我就想，好吧，这个买房子也不是什么坏事哈。那好吧，好，我就等着他来借钱哦。我甚至还有留那个钱要来等他借。然后啊，大概在过第3、第4个月的时候，还没到半年了哦。然后又吃饭，然后他讲说，他之前跟我打点的那个130万哦，不用借了哦，不用了，因为他去找到了，他不是去找别人借，他说他算过了，他谈了一个什么条件哦，现在都 OK 了，所以不用借了。如果真的还需要借的话哦，只需要再借55万，130变成55。那我听完就说，哦，好啊，好，可以啊，哦，好，然后就再等过2个礼拜以后。啊，又跟我说这个55万看起来也不用借了，然后一样谢谢我这样。我第一次被人家借钱，感觉那么好，你知道，就是人家好好的跟你讲啊，然后他也没有要立刻跟你要，我就打点哦，那提前半年跟你讲，然后后来又减码完了以后，最后其实不用跟你借到钱，但是他还是谢谢你哦。我说真的，他下次来找我会借他哦，这个就是借钱的技术啦。啦，你不然突然冲去那救钱，谁理你？我说好好讲，把你的计划都讲。然后，如果我跟你借130，我会怎么还？其实他根本没有借到这笔钱嘛。那他会怎么还的计划都跟我讲了，我听起来就很靠谱啊。我就觉得啊，好吧，那就来借啊。钱都准备好给他讲，他说现在也不用是半年后他可能会需要，可能请我保留一下这个额度，到时候可以借给他。好，就有。过几个月又说，他有做一些调整现在可能不太需要，然后再来就是就都不要，还是谢谢我。我跟你说，这是在养，我不知道这什么养金主还是什么，就我这个也不算金主就是说这个感觉很好啊那他下次来找我借钱我真的会借他那经过这样子的运作，我未看先猜，我有问他了这个不用猜了，还有跟我讲，他跟3、4个朋友都这样子讲，那。每个人的额度不一样就是这样子。好，那这3、4个朋友我未看先猜，我们都愿意借他，他来找我们第2趟都会借他，就感觉很好那你知道吧？说钱入急门不入穷门，就是说你可以借很急的人，你不要借很穷的人我要怎么表达？你没有被这样子借过钱，你可能没有那个感受。我就说好啊，我都留给他，然后额度都留给他，准备来借，然后打借据或什么，大家朋友一场就算了。他也主动说，那我签一张更高的本票给你。对，那这是借钱的技术。换句话说，我们学起来嘛，对不对？你现在明明没有要借钱，你去借钱，怎么借？就用打点的方式借，来去培养未来你真的要借钱的时候，他会挺你的金主，对不对？借钱的技术。跟你分享，好了，讲这个干嘛那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就预售屋那年轻人你就预售屋吧。那谁叫你现在拿不出中古屋的头期款？那你就预售，然后自己看着办。然后如果预售屋的缴款，很多人是会有问题的，其实是会有问题的。但预售屋的缴款你就看东看西看先去用借钱的技术先去打点一下，将来你可能会需要跟他借钱的人。不错这也风险的，就是说什么借如果你不想要有朋友，你就跟他借钱但我想这个是操作，人家好好的讲，然后我们有交情，然后还款计划什么的都真的喝谁结果到头来就说不需要借钱我就 OK 以后来找我借钱反之我们把这招学起来我们平常明明就不需要钱，故意去借钱。培养一下这个，不要到时候我说真的如果他当时来找我说拜托借我130万我要不行了，你要我怎么办对我来说，我连缓冲准备的时间都没有，那你这个朋友，我到底是但你提前半年跟我讲，大家都有时间安排，慢慢的弄反而很 OK，跟你分享。